网上吐槽也蛮挺多，你如何？出发去咖啡店喽！运气超棒的，完全没有排队，直接进店里的。我在网上看到说，这家店就是常年会排队。我看这家店的装修风格有一种木质的日系风格。静静的在这里坐一个下午，看着窗外，看看书，喝着咖啡，很安静。这是78，和一个奶咖，一份 Cobo， 还有焦糖黄油吐司。我现在这个头发，我是真的还用不了。这个是真的，这个也是面。哇，这个 Snoopy 气泡水好可爱哦。Hello，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，就是很好玩的一个这个东西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好像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它会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它会翘起来，它就没有办法贴得很好，然后用这个的话。就只能说还是得官方壳，就是官方壳它就是真的很好用。然后之前就是我买了一些其他的壳嘛，然后其实都浪费掉了嘛，然后我退了也好多，就根本没办法用。然后这个壳都很好用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它有个小猫咪，然后我就很喜欢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对，小猫咪。就是它这个壳蛮大的，然后一下子就变大了好多。之前的话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透明壳嘛，我之前用的那个透明壳，然后这个的话感觉，就是顿时手上就有了感觉，就是它会，宽一些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还是就是比较薄的那种壳子，但是其实它的挺高清的，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用的，就是网上吐槽也蛮挺多的，但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这个屏是真高清，我想说，真的，喝一杯，太好杯。还有我要说一下，就是我的时候买的
13年还是14年的时候买的吧，然后就当时，但是我发现真的很好用诶，就是我后来陆陆续续买了很多别的嘛，质感，就是眼睛看起来也不累，然后它可能就是导数会麻烦一点吧，但是它对眼睛真的就是比较好，强烈推荐，就真的是跟砖头一下的，我感觉还可以再站个10年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真的很好用。就坐下来拿出相机，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关于当下这个话题。其实当下呢，它并不代表就是1分钟，它其实是代表我们一切的一个交汇点。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积累，包括一个过去积累、未来的雏形、情绪的投射、关系的回声、命运的缩影。它是一个时间的交叉点，它并不是一个空白的点。就比方说你今天说话的语气，它是你过往经历的一个塑造的。你看待一段关系的方式，是你旧伤跟以前的一些盼望在继续的发生。那你犹不犹豫今天你犹豫要不要辞职，那是你无数个会表达的委屈跟恐惧，它在一个博弈。就是我们不要总觉得现在不重要，过去决定一切，未来才是答案。但其实呢，你如何理解现在，其实就是暴露了你如何理解过去。你如何处理现在，其实预示了你会如何面对未来。你如何感受现在，其实体现了你与世界的一个关系。其实如果我们试图的一次性去理解全貌的话，那就会忽略了一个入口，就是我们看清当下，其实就是看清了一切。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对当下都是避而不见的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喜欢去逃到过去，反复的去翻旧账，现在回忆里不停的去分析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样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逃往未来，就是去幻想嘛，计划、恐惧、担心，说的最多的就是如果，等我，以后再说。第三点的话就是逃进思绪里面，不断的去内耗、空想、推演、合理化自己，但是却迟迟的不去行动。第四点就是逃去忙碌，就不停的安排日程啊，让自己任务掩盖感受啊，去用疲惫去遮住空虚。这些逃离的机制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你只要不看现在，你就永远其实就是看不清人生。不是人生太乱，而是你没看见真正此刻它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。当你真正的去看见你自己的当下，那过去很多事情都会露出一些风口。就比方说有人说我理解不了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嘛，对吧？然后但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的话，你此刻的身体啊、情绪啊，还有念头啊、动作啊，它都会发生一个许多的答案。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答案它是藏着的。就比方说你为什么总是去讨好，是因为此刻害怕冲突嘛。那你为什么难以享受闲暇呢？是因为此刻对世事感到不安。那你为什么不肯松手呢？是因为此刻仍有幻想。那你为什么会否定一切呢？是因为此刻在防御脆弱。当下就是过去的回声，它从来不说谎。其实问题从来不是在过去，而在过去如何活在你现在的行为里。只有你看清当下，你才能看懂带着谁的恐惧去生活，你继承了谁的语气，捍卫了谁的价值观。那有人又会问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该怎么办？
那你现在怎么思考，怎么回应，怎么表达，怎么选择，就是你未来会成为的一个人。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嘛，就是你说我再等等，现实就会继续消耗你；你说我再试试，机会就会一点点去冒一点点头。那你说我值不值得？世界会配合让你去失望。那你说我愿意看清现在，那人生就会开始生动了。未来不是时间带你去的，而是你无数个当下推动过去的。看见当下，它不是去观察一个事件，而是去观察你自己在事件里的一个状态。那比如说当你被否认时，你第一反应是愤怒、沉默、解释还是逃避呢？当一个决定摆在面前，你是先看风险还是先看愿望呢？当你关系不顺的时候，你是关心问题本身，还是害怕被抛弃？当你说我没事，你是真的没事，那还是不允许自己有事？当你凝视这一刻的时候，你就看清自己，你不再是标签、故事或人设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。存在其实就是一种关联嘛。你认为的一件事情，往往牵着情绪、人际、原生家庭、社会结构跟人生观。就比如说，你加班到深夜，那不只是因为任务堆积，还有包括了不拒绝与不被讨厌的一个恐惧。你迟迟不离开一段烦躁的糟糕的关系，不是因为离不开对方，而是你离不开被需要的一个角色。你觉得环境限制了你，也许真正限制你的是不敢试错的自我。所以说，只要你看清当下，你就会知道过去为何那样，自己为何成型，为何无法去改变。当你看清当下，你不是只看见眼前，而是看见一些如何被关联，延绵至今，延伸未来。其实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，跟现在在一起。过去从来没有消亡，未来也并非模糊，一切都是在此时此刻有所现行。看清现在，就看清了来路、归处，还有一个命运的底色。你以为要走很远才能找到答案，但答案其实就在你的脚下哦。所以要看清现在，就能掌控未来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叫睡前的碎碎念，就到这里。因为我今天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关于当下的一个话题，然后就想跟大家聊一聊。那我要去洗澡了。